这里是湖北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村落，它叫做陆苑坪，是在一个天坑的底部，四面都是悬崖绝壁。那村民进出的话，两种方式，第一种呢就是走1800个台阶，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坐观光电梯。当然了，一种是免费的，一种是收费的。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发成的景区，我们在这里呢也碰到好几位当地的村民，有在这里长大然后嫁出去的，也有在这里长大然后嫁在本村的。像第一位大姐向我们介绍，她当年小时候出去读书的话，基本上每天要走3到4个小时，往返的话差不多8个小时，并且几十年前所走的道路没有现在这么好走。由于现在开发成景区了，才修建了这种悬崖栈道，这种呢上山下山的石板路。当年他们进出就是一条泥泞小路，一条羊肠小道，所以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包括当地的村民现在进出买东西的话，大件的东西也是要靠背上背下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恩施，还在天坑这里。我们刚刚说这个天坑呢是没有通公路的，那么进天坑就进下面居民人家，必须要爬山。还有一种途径呢，就是坐那个观光电梯，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开放成景区了嘛，就有一个观光电梯上下。不过呢，那个观光电梯是收费的。现在这个天坑我们差不多逛完了。由于呢我背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最近可能也比较累，经常上山，所以呢我就准备坐电梯上去。这个电梯的费用是单程90，往返是180。不知道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啊？说句实话，我肯定是觉得贵了一点，但是来都来了这个地方嘛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不想太累。你如果爬这个山的话，1800个台阶，可能要爬2个小时，所以可能体力不好，我就坐电梯了。现在准备出发。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明显？就是镶嵌在绝壁上面，电梯连接的栈道，然后再到天坑顶部。在天坑的底部啊，有一条小的河流，这个水非常清澈，当地的村民饮用水可能就是这条河流。前方就是那个电梯，我们要走过去才能乘坐。整个这个绝壁大概是500米，电梯呢是在中间，大概是300米到400米的高度，很吓人吧？看起来确实惊险刺激。我开始走在上面的时候啊，都有点瑟瑟发抖的感觉，因为我恐高嘛。我们这样手掌比一下，可能没多高，那是视觉效果而已。其实呢，你如果爬上去的话，要2个小时啊。有了这个电梯，上下的游客才没有那么累。那两边呢都是悬崖栈道，电梯呢必须也是连接的悬崖栈道才能去乘坐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来这个陆苑坪景区的话，下行基本是走路，上行的话是坐电梯，因为的话爬山太难了，要2个小时，很多人吃不消的。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索道，专门运送货物的。景区的观光车就是通过这个索道运送下来的，听说运送了好久。当然了，在网上也有一些视频介绍了，挖掘机和那大型的那个铲车不是这里啊，因为承重量不够，就是从这个顶部一直慢慢的运送下来，非常惊险吧。它是由好几根大的钢索连接起来的，跟那个电梯不是同一条线路的。这里从到上面高度是500米啊，这个就很高了。走到这里发现还有块牌子，318此生必驾，这个就是说318国道嘛。恩施这里呢，318国道很长的线路的。318国道其实我走了很多，当然很多人去西藏走的也是318，因为这是一条经典线路，川藏线。电梯就在这个地方，从画面中也能看到，这是一个斜行电梯，不是我们说的垂直电梯，因为这里垂直电梯没法安装。先去买票，单程90块钱。这个电梯已经下来了，由于现在游客比较少，电梯一般是在顶部等待，如果有游客来了，接我们上去。这个电梯跟其他电梯区别比较大的就是斜行的，底部呢有点像切割了一样，挺好玩的。开始上去了，这个有多少米啊？这个电梯全长380米。你们自己会爬吗？我们也是坐电梯，中间这个是维保用的啊，就有时候检修就可以走中间这个梯子啊。你们是当地人的？哎，我们是当地人。那以前爬山很难吗？爬山以前得爬2个小时吧。啊，
那也挺难的。对，挺难的。这个电梯还是比较方便。哎，这个电梯听说花了几千万是吧？花了7300万。7300万了。对，在整个湖北就这一台斜行电梯。这个也是听说是世界上最长的。对，这个电梯现在全球最长的斜行电梯。它的斜角也是最大的，是47度。那确实不容易。非常难。修了3年，我们19年开始修的。今年才正式可以行。对。现在我们2分40秒就到了。那快。对。这样好啊。那你们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，以前出去不方便啊？对，我们老家是上面停车场。那还好一点。他们下面的确实不方便。对，那进出的话极度不方便。对，全靠走啊。看到家走到哭嘛。原来他们特别是小时候上学那时候还不能住校。这个就是电梯即将到达终点的样子，是不是非常好看？一个小型的车厢一样的。我刚才坐在上面还是挺平稳的。我刚刚是乘坐这个电梯上来的，由于现在又有客人，这位小哥又重新下去了。他这个电梯不管上也好下也好，都是有工作人员陪同的，全长是380米，总共费时是2分40秒左右。单程价格是90，往返等于是180。假如说加上景区正常的门票120多，那基本上就300块钱。90块钱乘坐不到3分钟，大家觉得贵不贵？但是假如说你要爬山，那就不一样了，要2个多小时，走得慢3个小时都可能。这个电梯总的投资，刚刚这位小哥也说了，大概是7300万元。电梯一次最多能够容纳25人左右，1个小时的运力大概是300人左右。毕竟等于是在绝壁上面行驶，因为垂直高度是300米。我们在电梯里面看下面的高度，其实也是有点吓人的。特别是站在电梯里面看下面的场景，离得越来越远，离得越来越高，是不是有点恐怖啊？一般人可能都不敢乘坐。但是同时，在这样看的话，还是挺震撼的。其实也不得不佩服当时的设计者和建造者，在这样垂直高度的绝壁上面修建了这样最长的斜行电梯，确实也非常厉害，佩服他们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假如说是你，敢乘坐这样的电梯吗？电梯坐完了，要出去的话，同样要走一部分悬崖栈道。有恐高症的人肯定是不敢走，可能看都不敢看。这里是有2条悬崖栈道，眼前看到的就是为了观光电梯乘坐的而修建一条。另外一条栈道呢，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走的，走下山或者走上山来的一条道路，可能很多徒步爱好者比较喜欢。不过呢，就是走起来非常累，台阶大概是1800个，我走下山的话大概花了1个小时，如果走上山的话，我一个人估计得花3个小时才能爬上来，而且会累得非常惨。假如说你来这里游玩，你是喜欢坐电梯呢，还是喜欢徒步上山下山？这个电梯还挺繁忙的，又要下去接客人了。我站在这里一段时间，上下的次数还是挺多的。不过总体看了一下，大部分人坐的都是上行电梯，下行的话基本是从旁边的悬崖走下去，可能还是下山比上山容易一点，因为上山要爬这么多台阶，很多人都受不了，故而选择坐电梯。另外，这个不通公路的村落，尽管修了电梯，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呢，并不愿意乘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是收费的，单程30，往返60。那自然而然的话，当地村民基本上也是老样子，还是徒步上下山。